大家好，本期比特币视频来猜一猜主力的心思，特别是灰度抛售11万枚比特币的目的。当然这个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 49K， 也是提醒朋友们，涨高的利好不一定是利好，甚至提醒全球的 BTC 粉丝们要注意风险，或者是做空比特币对冲多头的利润。那现在比特币已经下跌1万美元，也在计划下一步哪里再做多。今天再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感谢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我免费分享的程序交易信号，或者也可以查看我2023年度 OKX 交易战果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。1年多以来一直在猜主力的心思，每一次都是屡试不爽。我们尽量看空间为主，不一定要去看消息啊。有时候我都是忽略消息的，等到你看到的消息，有可能它不是真正的消息，早就内部的那一些人士都已经提前计划好要怎么搞比特币。那就比如这一次，你看空间就可以啊，涨到高点的位置 ETF 登陆美国市场。那在低档的时候都有预期美国的 ETF 要上市啊，或者是 CPI 在这一个 26K 的位置，也是跟大家讲，你要看空间啊，它是跌到低档的位置 CPI 不及预期，因为当时预期是 3.6， 后面也是在推特或者是 Discord 社群上面通知大家一定要继续做多。所以包括很早之前2022年，当时比特币在 20K 的底部，也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去抄底比特币。利率加到 4%， 你觉得顶天了能加到 10%、20% 的利率吗？ 4% 的利率你要去思考一下，这是基准利率哦，不排除那一些贷款的利率有可能都是在 8%， 或者是民间借贷的利率都是在 10% 左右。所以不管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体，4%到 5% 以上的利率都是偏高的一个利率。特别是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当时比特币价格在2022年的5月份，这个位置美联储的利率 1%， 后面到2022年的6月份，美联储的利率是加了75个基点，然后到2022年的7月份，美联储的利率是继续加75个基点，或者是2022年的9月份，美联储的利率是继续加75个基点，然后到2022年的10月份，利率也是继续加75个基点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 15K 到 16K 的底部，就是这个高点的位置，当天美联储是释放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，就是加息从75个基点降到这一次加息只加了50个基点。那对整个大长线就是已经提前判断出来，有可能将来美联储在某一天可能加息会继续放缓，或者是停止加息，甚至某一天美联储有可能会降息。那这种位置我们看到的消息，我们要有一个短线的判断跟长线的判断。长线判断就是刚刚跟大家讲，有可能未来美联储肯定会降息，那主力会存到等到降息的时候才进场或者是抄底比特币嘛。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，这整个区间主力到底在干嘛，有可能就是已经提前在建仓。所以大长线我们要思考主力的计划，或者是短线像这种位置它利好也会出现短线上涨的高点，短线不一定是利好，它也是会继续跌下来。或者是我们后面再观察一下，比特币自2022年的12月份涨到这个位置2023年的2月份，也是同样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利好，美联储加息只加了25个基点，是进一步放缓加息的速度，只加了25个基点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在短线高档或者是波段高档的位置也是会跌，或者是也是会有大跌的低点，继续让我们买。那这一次在 49K、48K 的高点，提醒朋友们要注意风险，有可能高档的位置你看到的利好不一定是利好。那最近消息是非常的多，其实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跌，也是有看到一些数据，灰度是一直在卖比特币，目的到底为了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 CoinDesk 上面的这则报道，也是数据统计啊。灰度自美国比特币现货 ETF 上市以来，它是转出了
超过10万枚的比特币，最近是一直在卖啊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数据统计啊，自比特币现货 ETF 在美国登陆以来，灰度是转出了 11.3 万枚的比特币，转到哪里？就是 Coinbase， 全网都知道啊。而且现在好像目前持有还有53万枚的比特币。然后我们回到图表，我们看一下空间哦。比如它卖出的价格取一个中间值 45K 到这个 40K 附近，或者是11万枚的比特币均价来计算，估计有可能是接近40亿美元的价格是在抛售。然后我个人也是在思考，他真的是在抛售吗？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我的观点是有可能是卖一些比特币给其他的机构，有可能在没有上市之前，可能口头条件都已经答应了其他的一些机构，就是要联合向 SEC 施压。比如说贝莱德最大的背后政治力量向 SEC 施压，上市以后你最大的受益者是谁？灰度是持有最多的比特币，相信应该是最多的。上市以后，你灰度要卖一些比特币给我们，后面等比特币整理到位以后，有可能就继续一起拉抬。到底是在这个位置会稳住啊，还是有没有可能挖一次坑，然后稳住？后面肯定会继续拉抬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美联储利率决议啊，因为现在比特币 49K 目前已经跌到 40K。或者是2月1号凌晨3点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去留意美联储的利率决议。当然，现在我感觉连这一个利率都已经不重要，目前不加息的概率是 97% 左右啊，或者是降息的概率只有 2.1 啊。不然我的观点，我们继续等吧。主力有可能是不是在等下一周这个时候美联储的利率决议，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就是这个箱体。它现在是已经破了，或者是之前高位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要小心陷阱啊。那现在下去的话，有没有可能又是一个陷阱？它会不会继续回进去？因为也是有看到一些数据，好像在 35K 附近有接近8000多枚的比特币的买盘力量，在这个位置想继续买入比特币。那我们要思考一下，因为我看到身边的一些现象，或者是评论区的一些现象，还是有一大部分的空头在看空比特币，或者是比特币要跌到1万美元、5000美元的都有，这种言论还是有啊。所以我感觉好像还有大部分的散户是在踏空，或者是没有买入比特币。那我们要思考一下，短期不排除有可能这个位置它要涨也是有可能性啊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前面在这个箱体的区间挖了2个陷阱，然后跌破，后面是不是涨上来？涨上去又横了一个区间，后面又一个跌破，所以我也是在思考，这个位置不排除有可能会涨。当然，上面的一个压力区也是跟大家讲 32K， 如果是把这个位置给突破，空单我有可能会全部平仓，或者是这个位置如果真的还有资金的朋友，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低点的位置基本上都已经 all in 比特币，包括以太坊。那我的观点是，这个位置其实现货还是不反对，你应该要买入比特币，或者是你有资金的话，我的观点按个人的心态控制比例，比如说你买一个 30%， 或者是买一个 50% 的现货，那万一它涨上去，进可攻退可守，如果它跌下去还有资金的话，如果是我肯定会在这个区间全部 all in 满仓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订阅我们。